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当我头痛欲裂地醒来，我看清楚了坐在床前的两个人，是满脸憔悴的我的父母。我也看清了我所在的地方是医院，可是我为什么会在医院？我却丝毫没有印象。女儿，你醒了，你出车祸，已经昏迷3天了。我妈说完，泪水扑簌簌往下掉。听到车祸，我想起来了一切。那天我本来准备下班直接回家，结果当天下午办公室的小姐妹都在讨论新上映的一部电影，把我听得心痒痒，非常想去看。未婚夫陈晨因为前一晚喝了很多酒，一直在家睡觉。我觉得他已经睡了1天了，应该酒醒了，就不顾他说自己头疼，非要让他来接我去看电影。谁知去电影院的路上突降暴雨，连路都很难看清楚。突然迎面来了一辆大卡车，我记得陈晨猛打了一下方向盘，紧接着我就没有了意识。妈，晨晨呢？怎么没有看到他？他伤得重吗？我大喊道。我妈听我这样问，直接愣住了，双手捂住脸，掩面哭泣起来。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，还是我爸安抚好我妈的情绪，才告诉我了一切。原来这场车祸是大卡车违规超车造成的，卡车车体蹭到了陈晨坐的主驾，我们的车被撞翻了。我的手骨折了，头也被震出脑震荡，但幸运的是，这些伤都可以慢慢恢复。可陈晨却因为卡车车速太快，撞击比较严重，导致他脊柱骨折，还瘫了一条腿。我艰难地坐起来，要去看陈晨。妈妈拉着我说：“还是再等等吧。”他家里人现在情绪都比较激动，可得知一切的我哪里顾得上我妈的反对，甩了被子就要跳下床。我妈看阻止不了我，就答应带我去找陈晨。一走进陈晨的病房，我就忍不住大哭起来。阿姨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非让他去接我。一见到我出现，我的准婆婆，那个曾经温柔的女人，发疯一样的上前撕扯着我。你个扫把星，是你害了我儿子，为什么你非要去看电影？为什么你非要他去接你？你是有多金贵，打个车都不行。在婆婆的哭喊声中，我和陈晨四目相对。我叫林毅，25岁。2018年6月，我和我的未婚夫陈晨发了请帖，订了酒店，本应在月底结婚，成为人人羡慕的伉俪。可老天却没能让我等到这一天。陈晨是我大学同学，我们都是学生会的干部，平时接触就比较多，再加上老家是同一个地方的，自然而然的就相互吸引。大学毕业后，他去了银行工作，我去了事业单位，两家算是门当户对，我们的婚事也就顺其自然地定了下来。别人都说我们是天作之合，我们也经常在一起畅想我们婚后的幸福生活。但是没想到，我们的幸福被突如其来的车祸给打破了。在医院恢复的日子里，我每天都陪在陈晨身边，鼓励他，劝解他。在他颓废的话语和不信任的眼神里，我满含热泪，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保证，自己在未来会跟他一起同甘共苦，绝不会离开他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，都不会离开。经过2个月的康复，陈晨的身体已符合出院的标准。出院当天，我爸妈一早来到医院，和我们一起接陈晨回家。到家收拾完衣物之后，我爸妈便要离开。我拿起东西，正想和他们一起走，我爸停住了脚步。林毅，自打你们订婚之后，陈晨就改口叫我们爸妈了。既然这么叫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和你妈还有你公婆刚才商量过了，按照既定时间，
你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，既然是夫妻，就应该住在一起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住在这里。等过几天，你们先去把证给领了。”我低着头，默不作声，不知该做出何种反应。晨晨见我一直不作声，问道：“怎么，林毅，你不愿意？”看着他充满怀疑的复杂眼神，想到他是为我伤了一条腿，我就不忍心再拒绝他，拉着他的手笑着说：“怎么会呢？我回家拿些衣服就来。”回到家，我含泪把为结婚准备的衣物锁进柜子，简单收拾几件衣服就准备出门。临走的时候，我妈拉着我的手抹眼泪：“女儿，别怪你爸，晨晨为了你伤了一条腿，你公婆提出让你住过去照顾他，你爸和我都无法拒绝呀。”我笑着拍拍他们的手，算是安慰。我也知道，以后的路只有自己独自面对了。回到晨晨家，我简单的收拾了一下衣服，就进厨房做饭。晚饭过后，晨晨坐在电脑旁开始打游戏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小声对晨晨说：“今天下午单位给我打电话了，问我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。我也已经好多天没有上班了，其实我想去就去吧。”不等我说完，晨晨就打断了我的话：“哦，对了，明天我们先去领证，领完证你再去上班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我推着晨晨走进民政局的大门。我一直认为领结婚证是非常神圣的事情，这预示着两个人真正的结合在一起。可没想到，我的结婚证会在这种境遇下领到手。到了单位之后，面对着繁忙的工作，还有同事们、朋友们，我感觉这段时间阴郁的心情慢慢好了起来。晚上下班，推开家门，一股浓郁的烟味扑面而来。客厅没有开灯，昏昏暗暗的，公婆不在家。我叫晨晨的名字，没有人回应。我赶忙推开卧室的门，看到晨晨坐在电脑前，蓬头垢面，满桌的烟头和烟灰。看到我进门，他瞥了我一眼：“回来了，我爸妈出去了，快去做饭，我快饿死了，中午饭都没吃。”我强忍着难闻的烟味走进厨房，边做饭边流泪。我有鼻炎，非常不喜欢闻烟味。以前晨晨从不在我面前抽烟，偶尔一两回迫不得已，他也会收拾干净才见我。饭做好后，晨晨出来低头扒碗，碗一推就进屋了，全程不跟我说一句话。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晨晨把脸凑过来，我闻到了烟味和他脸上的油味，本能的拒绝，但他毫不顾忌我的情绪，直接粗暴地撕扯我的衣服。发泄完之后，他直接转身睡了过去。我捂着被子哭了起来。那一次，我第一次感觉以前那个温润、处处呵护我的男人已经不在了。自从住到晨晨家里，每天晚上一到下班时间，全家人就会打电话催我回家做饭，家里所有家务都要我做。晨晨说，这是我欠他们家的，该还。有天，我拿着我和晨晨的衣服，正准备去洗，婆婆出现在房门前，她把手里的一堆衣服推给我，这是我和你爸的衣服，以后都归你洗。我打开一看，都是公婆的贴身衣物，再往里扒拉，竟然看到了公婆的内裤，我当场脸都红了。婆婆看着我，冷笑一声，都结过婚的人了，有什么可矫情的？说完，气哼哼地走了。走的时候还不忘冲我嚷嚷，别想着用洗衣机，家里现在多了2张嘴，干什么都要省。那一刻，我终于发现，曾经让我无限憧憬着的婚姻，是有着另一面不堪的烟灶，而我却还是因为一时的心软，把自己交付到这样的婚姻中。婆婆待我没个好脸色。还有另一件事也让我很惆怅，晨晨的游戏瘾越来越厉害，他在游戏里买皮肤、买装备，而且还出手阔绰，
买好用的道具送给了网上认识的女生，还给游戏直播里的女主播一次性打赏5000块钱。短短1个月，晨晨在游戏上花费了5万，这些钱是用的我们俩的结婚基金。那时他已经1年多没上班了，我的工资也不高，所以得知那些钱被他在游戏里打了水漂，我是十分愤怒的。但看到他腿上盖着的小棉被，我又压下了那股火。是我害得他腿变残疾了，难道我还要再跟他起纷争吗？哪怕我们2个已经捉襟见肘了，可我还是没有发起火来。那时晨晨停薪停职已经1年多了，看他恢复得不错，我试图劝晨晨去上班。大好的青春不能一直在游戏中虚度。再说了，医生也是建议他活动活动筋骨的。当我提出这件事的时候，晨晨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我已经辞职了，去哪儿上班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怎么没听你说？”我惊呼道：“我这个样子还怎么上班？瘸着腿让别人笑话吗？”看着晨晨阴着脸，我不敢再说话。说实话，我心里有些介怀。当初晨晨去银行，是我爸托了好几个熟人才安排进去的，说丢就丢，让我爸怎么交代？况且我们以后的生活都需要钱，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啃老吧？况且看公婆的意思，也没打算让我们啃。我没有把这些告诉爸妈，更不会伸手向公婆要钱。我能做的就是委婉地提出希望他不要沉迷游戏，实在不想出去在网上做个兼职也行。结果他轻蔑地看着我：“怎么嫌弃我了？别忘了是谁让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是因为谁丢了工作。”我听完之后不再说话，我觉得自己好像背上了一层枷锁，似乎我不仅欠他一条腿，还欠他整个人生。有时我甚至想，如果瘸的人是我该有多好。从那之后，我在家尽量的沉默，以免触到晨晨脆弱的神经，发生争执。也开始在心里谋划着该如何多赚钱。转眼间，时间已经过去3年半了，晨晨依旧沉迷于游戏，没有任何改变。这几年，我像个没有感情的机器，对他有求必应，只求他能让我片刻安宁。上个月，单位进了几个新人，李峰就是其中一个。他们被分到各个科室，而李峰坐到了我的对面。后来无意中，我听到他说起自己的工资。令我吃惊的是，他一个刚上班的人，竟比我这个上了几年班的人工资要高出2-3千。看到我充满疑惑，他笑着说：“我是公务员，你是事业编，有些工资上的待遇你享受不到。”见我不是很明白，他把头凑过来，请我吃一顿饭，给你讲讲详细情况。如果你也想考，我可以把我的经验全部传授给你。我听了连忙点头，随即给晨晨发信息说，晚上单位加班，要晚些回去。可以说晚上这顿饭请得超值。李峰让我大开眼界，原来李峰是博士毕业，来我们单位锻炼1年就走了。他还告诉我，学历、身份、职级都和我们的工资有着很大的关系。而且我发现李峰不仅博学，还很幽默。我原本以为博士神都很呆板，但李峰刷新了我的认知。吃完饭，得知我也想参加考试，李峰带我去书店挑了几本复习用的书，还承诺我以后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。我抱着书哼着歌回到了家，感觉这个晚上是我这些年来最美妙的夜晚。回到家之后，晨晨还在打游戏，我把书偷偷地藏在包里，我怕被他看到，又要找麻烦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刚从床上坐起来，一个耳光迎面而来，剧烈的疼痛让我失去了知觉。等我反应过来，看到床边气愤的晨晨和地上撕碎的书。行啊，林毅，准备攀高枝了。
是不是想赶快逃走，离开这个家呀？陈晨满眼猩红，对我吼道：“不是这样的，晨晨，我考试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如果我考上公务员，我的工资、我的待遇都会提高，将来提拔也会优先考虑。”我急忙辩解：“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？林毅，这几年恐怕你天天都在想着怎么甩掉我吧？我警告你，别再有任何想法。记住，我的腿是因为你瘸的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会拉着你一起。这是你欠我的。”那一刻，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。到了单位之后，李峰兴奋地跑到我的办公桌前，把一摞书递到我的手里，拿着，这是我的复习资料，都是绝密资料啊。还有，今天晚上下班给你介绍一个朋友，公考高手，可以传授你独家秘籍。我还是别墨迹了，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。晚上等我一起走啊！没等我说完，李峰已经出办公室门了。我不由自主地拿起手机，又一次对晨晨谎称晚上单位加班。在这之后，李峰又单独约了我几次，而我总是管不住自己去赴约。我知道我应该果断地拒绝，但是我又舍不得李峰带来的奇妙感觉。我感觉跟他在一起，我的心又活过来了。他一直吸引着我，像吸食罂粟一样，根本戒不掉。有次约会完，李峰和我并肩走在马路上，他突然抓起我的手，紧紧地攥进他的手里。我知道我应该拒绝，但我舍不得。看我没有拒绝，他把我拉进怀里，轻轻地吻了我，而我却恬不知耻地沉醉其中。吻完之后，李峰说道：“林毅，我很喜欢你，从见你第一眼，我一直在有预谋地接近你，希望你给我一次机会。”听到李峰的告白，我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吓得我落荒而逃，收拾好凌乱的心情，回到家中，走到卧室门口，听见婆婆和晨晨在屋里说话：“儿子，听妈的，没错吧？当初妈让他住进来，就是好拿捏他，要我说，让他辞职，在家专心伺候我们，这样心就不野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书已经全给他撕了，再敢往家里拿，还打他。工作他想干就让他干呗，挣的钱不还是你儿子我花？对，儿子，你要时刻让他知道，他欠着咱家，出钱出力都是他应该的。避孕套都扎烂了吧？赶快让她怀孕。女人有了孩子才会有牵挂，到时候就会乖乖听话。早就弄好了，就是不知道为啥一直没怀上。晨晨的语气让我听出了他很懊恼。站在门外的我故意弄出些声响，屋里安静了下来。婆婆走出来看到我，以后下班就赶快回家做饭。不要天天胡思乱想，更不要每次回家都哭丧着一张脸。在这个家，还轮不到你摆脸色。我默不作声地回到房间，晨晨看到我，就上来撕扯我的衣服。我没有动，随他摆弄，像个死鱼一样，真没意思。看我没有反应，他从我身上下来，走出房间。我躺在床上，心灰意冷。唯一庆幸的是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一直吃着长期避孕药。如果说开始戴套吃药是想等晨晨的心情恢复一些，再要孩子的话，现在我已经非常确定地意识到，我不想跟他有孩子，甚至是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。第二天去到单位，我约李峰到单位楼下的咖啡厅，把我和晨晨的事情跟他做了坦白。李峰听完，拉着我的手：“林毅，那是场意外，不能全怪在你的身上。林毅，我很喜欢你，看得出来，你对我也有感觉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带你走。如果晨晨不愿意，我们可以给他经济补偿。我这边攒了10万块钱，我可以全拿出来。”见我低头不出声，李峰慌了。就算你已经结婚了，
也有重新选择的权利。我们还可以找我的律师朋友帮忙，只要你下定决心。你父母那边，我去说服他们。他说的话让我更加纠结，我根本不知道如何选择。丢下一句我考虑一下，就匆忙离开了。回到办公室，手机响了，是李峰打来的。我已经向单位申请提前离开了，下周就走。林毅，我等你的回复。晚上躺在床上，耳边是沉沉的呼噜声。我回想起李峰白天说的话，不知所措。凭良心讲，我心中的天秤是倾向于李峰的。这3年半，我被折磨得生不如死。这个男人给我带来了快乐和希望，而且他还能带我见识更加广阔的世界。但晨晨是我多年的恋人，还因为我瘸了一条腿。可现在婆婆和晨晨只想把我困在家里，做个保姆也好，生育机器也好，但反正不管是哪个，我的人生都再没有光了。还有我的父母，他们一生重情重义，最瞧不起背信弃义的人。我要是跟李峰离开了，他们该如何在这个小城里自处？这些都令我心烦意乱。我究竟该如何抉择？李峰还在等我的答案，我到底该如何做？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